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量子力学里最著名也最容易被误解的定理。这个定理叫做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甚至可能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没办法同时精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但我要告诉你，大多数人对这个原理的理解是错的。错在哪里？最常见的误解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一个测量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你要测位置就得用光去照它，光照上去会把粒子撞偏，速度就变了，所以没办法同时知道位置和速度，只是因为测量工具太粗糙，干扰了被测量的东西。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很直觉，很物理，但这个解释是错的。不确定性原理说的不是测量技术的限制，不是说只要我们把测量工具做得足够精巧、足够轻柔，就能同时精确测量位置和速度。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一个粒子在同一个时刻根本就不同时拥有精确的位置和精确的速度，不是我们不知道，是它自己就没有。这两件事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认识论问题，说的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制，后者是本体论问题，说的是现实本身，粒子的那些性质本来就不是同时确定的。今天这期节目就要把这件事彻底讲清楚。我们从波说起，要理解不确定性原理，你得先理解一件事，那就是量子力学里的粒子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小球。你高中物理学的那种粒子图像，一个有明确位置、有明确速度、有明确质量的小球，在量子力学里不成立。量子力学里的粒子是用波函数来描述的。波函数是什么？波函数是一个数学函数，定义在空间的每一个点上，描述了粒子在那个点被找到的概率。不是说粒子一定在某个地方，而是粒子在不同地方被发现的概率各是多少。这个波函数字面意义上就是一个波，它有振幅，有频率，有波长，就像你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产生的水波向外扩散，在空间里形成一个震荡的图案。而粒子的动量，也就是质量乘以速度，和这个波的波长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德布罗意在1924年提出的，叫做德布罗意关系。公式是动量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波长，动量越大，波长越短；动量越小，波长越长。这是一个严格的物理关系，不是近似，不是类比，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之一，而且被无数实验验证过。好，这两个概念建立起来之后，不确定性原理的数学来源就变得非常清晰了。我们来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纯粹的正弦波在整个空间里无限延伸，从负无穷到正无穷，每一段都是一样的波形，周期完美，波长精确。对于这样一个纯正弦波，它的波长是完全确定的，精确到没有任何不确定性。根据德布罗意关系，波长精确，动量就精确，速度就精确。那这个纯正弦波对应的粒子在哪里？问题来了，一个纯正弦波在整个空间里无限延伸，波形处处相同，你没有办法说它在哪里，因为它到处都是，概率在整个空间均匀分布，所以动量完全确定，位置完全不确定，你对位置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来做另一个极端，你想要一个位置非常确定的粒子，也就是一个波函数在空间里非常集中、非常局域的包，就像一个很尖的高斯包，只在某个很小的区域里有值，在其他地方几乎是零。这种波叫做波包，波包的位置非常确定，就在那个很小的区域里。但是一个很局域的波包是怎么构成的？这里有一个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傅里叶分析。傅里叶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复杂的波形都可以分解成很多个不同频率、不同波长的正弦波的叠加。这不是一个近似，而是一个精确的数学恒等式，任何波形都可以这样分解。反过来说，你想合成一个特定的波形，需要把很多不同波长的正弦波叠加在一起。那么一个非常尖、非常局域的波包需要叠加多少种不同波长的正弦波？
答案是非常多，而且波长的范围必须非常宽。你的波包越尖，位置越确定，你需要叠加的正弦波的波长范围就越宽。从很短的波长到很长的波长都要参与进来，才能形成那个尖峰。而每一种波长对应一种动量，波长范围越宽，动量范围越宽，动量就越不确定。你想把粒子的位置锁得越死，你就需要叠加越宽范围的动量成分，动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数学来源，它不是一个经验定律，不是一个实验观测出来的规律，而是波动性加上傅里叶分析的必然数学推论。用公式来说，位置的不确定性乘以动量的不确定性大于等于约化普朗克常数除以2。这个约化普朗克常数数值大概是 1.055 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耳秒，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字。这个不等式从来不允许两边同时为0，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精确，这是数学强制规定的，不是物理实验偶然观察到的。好，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傅里叶分析会适用于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数学游戏，和真实的物理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需要再往深一层说，为什么粒子的波函数会服从傅里叶分析的规律？因为量子力学的基本框架就是建立在波的叠加原理上的。量子力学里有一条基本假设，叫做态叠加原理，说的是如果一个系统可以处于状态 A， 也可以处于状态 B， 那它就可以处于 A 和 B 的任意线性叠加。这个叠加不是说粒子一会儿处于 A， 一会儿处于 B， 而是同时处于 A 和 B 的叠加。在被测量之前，两种状态都是实在的，都对结果有贡献。动量的本征态，也就是动量有确定值的状态，在位置空间里就是一个纯正弦波，波长由动量决定。一个任意的量子态可以写成所有不同动量本征态的叠加，而这个叠加在数学上就是傅里叶变换。所以，位置空间的波函数和动量空间的波函数通过傅里叶变换互相联系。一个在位置空间里非常局域的波函数，在动量空间里就非常弥散，反之亦然。这是傅里叶变换的数学性质，是不可逃脱的。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深层根源。粒子的波动性加上位置和动量通过傅里叶变换互相联系，直接导致了这两个量不可能同时精确。好，现在我们来回头处理那个最常见的误解。很多人说不确定性原理只是测量干扰，如果有一种足够温柔的测量手段，不干扰粒子，就能同时精确测量。这个说法错在哪里？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假设我有一个电子，我想精确测量它的位置，我用光来照射它，光的波长越短，分辨率越高，位置测得越准。好，我用极短波长的光把位置测得非常精确。但是短波长的光根据普朗克关系，能量是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频率越高，能量越大。短波长的光子携带的能量越大，撞到电子上给电子的冲量越大，动量就被扰动得越厉害。你可能想，好，那我用能量很低、波长很长的光来测，扰动就小。但波长越长，分辨率越低，位置就测不准了。用短波，位置准，动量被干扰；用长波，动量扰动小，位置测不准。这听起来好像支持了测量干扰这个解释，就是测量工具本身造成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个分析有一个根本的漏洞。这个分析里，我们假设了电子在被测量之前是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的，只是我们的测量手段干扰了它。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测量之前，电子根本就没有同时确定的位置和动量，那些值本来就不存在，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它们本来就没有。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三个人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也就是著名的EPR杨谬，想要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说粒子一定有某种我们不知道的隐藏参数，那些参数才是真正确定的位置和动量，只是我们的理论没有描述它们。这是隐变量理论的思想。
爱因斯坦一直相信，上帝不掷骰子，粒子的性质必然有确定的值，只是我们看不到。但是1964年，物理学家约翰·贝尔证明了一个定理，叫做贝尔不等式。贝尔不等式说的是，如果隐变量理论是对的，如果粒子在测量之前就有确定的值，只是被隐藏着，那么对两个纠缠粒子做特定的测量，它们之间的关联强度有一个数学上严格的上限。然后实验物理学家去做这个实验，测量那个关联强度，结果违反了贝尔不等式，超过了那个上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隐变量理论是错的，粒子在测量之前真的没有那些确定的值。不确定性不是因为隐藏参数被藏起来了，而是真实的、根本性的。贝尔不等式的实验验证是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实验结果之一。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佩克特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对贝尔不等式的精确实验验证，和其他2位物理学家一起获得了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不确定性原理的不确定性是真实的、客观的、不可回避的，不是认识论上的限制，是本体论上的事实，是现实本身的性质。好，我们继续深入一点来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推论。不确定性原理不只适用于位置和动量，它是一个更普遍的原理，适用于任何一对叫做共轭变量的物理量。另一对非常重要的共轭变量是能量和时间。能量的不确定性乘以时间的不确定性，同样大于等于约化普朗克常数除以2。这个能量时间不确定性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物理后果，叫做真空能量涨落，或者叫量子涨落。什么意思？在量子力学里，即使是真空，也就是没有任何粒子的状态，能量也不是严格等于0。如果真空的能量严格等于0，那能量的不确定性就是0。根据能量时间不确定性原理，时间的不确定性就要无穷大，意味着这个真空状态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被确认，这在物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真空的能量必然有涨落，在极短的时间内，能量可以凭空涨落出一个非0的值，而涨落的时间越短，涨落的幅度可以越大，两者的乘积不低于那个约化普朗克常数。这种能量涨落意味着什么？根据质能方程，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所以在真空里，能量的涨落可以短暂地产生出粒子，然后粒子又湮灭消失，把能量还回去。整个过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不违反能量守恒。只要时间足够短，借出来的能量足够快地还回去就行。这些在真空里短暂出现又消失的粒子叫做虚粒子。真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这种虚粒子的不断涌现和湮灭，就像平静海面下的涌流，你看不见，但它在那里，而且产生真实可测量的效应。最著名的一个效应叫做卡西米尔效应，前面在气凝胶那期节目里也提到过。把2块金属板放得非常近，板之间能存在的虚光子的模式比板外少，因为板间距离限制了波长，某些波长的虚光子在板之间放不下，板外的虚光子比板内多，向内挤压的压强比向外的大，于是2块板会被向内吸，产生一个微小但真实的吸引力。这就是卡西米尔效应，已经被实验精确测量。真空能量涨落还和霍金辐射有关。霍金在1974年证明，黑洞的事件世界附近虚粒子对会涌现，一个落入黑洞，另一个逃逸出去。从外面看，黑洞就像在辐射粒子，这就是霍金辐射。背后的物理机制就是量子涨落，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推论。所以，不确定性原理不只是一个关于测量的陈述，它是宇宙最底层结构的一部分，是真空有能量涨落、虚粒子存在、卡西米尔效应发生、霍金辐射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和日常生活更贴近的不确定性原理后果。原子为什么是稳定的？按照经典物理，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电子在做加速运动，加速运动的带电粒子会辐射电磁波，辐射电磁波会损失能量，
电子能量降低，轨道就会越来越小，最终螺旋落入原子核，整个原子在不到1纳秒的时间内坍缩。按照这个经典图像，所有原子都应该在瞬间坍缩，世界不应该存在，但世界显然存在。原子是稳定的，为什么？因为不确定性原理。如果电子完全落入原子核，那它的位置就非常确定，位置不确定性极小。根据不确定性原理，动量的不确定性就必须极大。动量不确定性大，意味着电子可能有非常大的动量，因此有非常大的动能。这个动能会把电子甩出原子核，电子根本就待不住。原子有一个稳定的最低能量状态，叫做基态。这个基态的能量不是电子完全静止在原子核上的能量，因为那样位置确定，动量就无法确定，动能就必须非零。基态是位置不确定性和动量不确定性之间的一个折中，两者共同最小化总能量，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原子的稳定性是不确定性原理直接保证的。没有不确定性原理，原子就不存在，化学就不存在，生命就不存在，你就不在这里。不确定性原理是宇宙能够存在的基础条件之一。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那不确定性原理在宏观世界里，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尺度上有没有效果？有，但小到完全察觉不了。不确定性原理里那个约化普朗克常数是 1.055 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 2s， 这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字。对于宏观物体，比如一颗质量是 0.01 克的灰尘，它的动量很大，即使速度很慢，质量乘以速度也比普朗克常数大了很多数量级。所以动量的不确定性在位置不确定性是原子大小这个量级的时候，计算出来的速度不确定性是10的负29次方米每秒这个量级。这个数字比什么都小，完全不可测量，完全不影响任何宏观行为。不确定性原理的效果随着物体质量的增大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感觉不到它。牛顿力学在宏观世界里工作得很好，因为宏观世界里的量子效应小到可以忽略，但是在电子、质子、中子这些基本粒子的尺度上，约化普朗克常数相对于它们的动量就不可忽略了。不确定性原理主导了它们的行为，量子效应是最主要的物理效应。还有一个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问题值得说，就是它和因果律的关系。在经典物理里，因果律是这样的：你知道一个系统现在的状态，也就是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你就能精确预测它未来的状态。宇宙是决定论的，过去完全决定未来。这个图像被不确定性原理彻底打破了。你无法同时知道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因为那些值本来就不同时存在，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精确预测未来。量子力学的预言是概率性的，同样的初始条件，下一刻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只是不同结果的概率不同。这是一个真正的随机性，不是因为我们信息不足，而是宇宙本身在最底层就是不确定的，就是概率性的。这让爱因斯坦一生都无法接受，他那句上帝不掷骰子就是对这个量子随机性的反抗。但是贝尔不等式的实验结果告诉我们，上帝确实掷骰子。宇宙在最底层是随机的，是不确定的，是不完全决定论的。这是20世纪物理学给出的关于宇宙本质的最深刻的答案之一。好，我们来整体梳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不确定性原理是海森堡在1927年提出的量子力学基本原理。说的是一个粒子的位置不确定性和动量不确定性的乘积不可能小于约化普朗克常数除以2。这个原理的来源不是测量技术的限制，而是粒子的波动性加上傅里叶变换的数学必然结果。位置越确定的波包需要叠加越宽范围的波长，对应越宽范围的动量，动量就越不确定。贝尔不等式的实验验证，在实验上排除了隐变量理论，证明了这种不确定性是真实的本体论不确定性。粒子在被测量之前，真的没有同时确定的位置和动量。不确定性原理是能量时间关系，
导致了真空量子涨落、虚粒子卡西米尔效应和霍金辐射。它也是原子稳定性的根本保障。没有不确定性原理，电子会踏入原子核，原子就不存在。宏观世界里，普朗克常数太小，不确定性效应不可测量，但在粒子尺度，它主导了一切。我觉得不确定性原理是物理学送给哲学的一个最深刻的礼物，没有之一。它告诉我们，决定论是错的，宇宙不是一台发条机器，未来不是过去的必然延伸。它告诉我们，我们对现实的经典认知，那个每个物体都有确定的位置和速度的图像，在最底层是不成立的。它告诉我们，现实比我们的直觉所能理解的要奇怪得多，而且那种奇怪不是我们认识不够深刻，而是现实本身就是那样的。你永远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是因为工具不够好，是因为那两个值本来就不同时存在。宇宙在最底层拒绝被完全看清楚。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毅杂谈，我们下期再见。